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我对他来说重要吗？他有在思念着我吗？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的是第一组，中间的是第2组，右边的是第3组。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透过塔罗牌中，宇宙的讯息的话，似乎在目前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所感受得到，对方所对待你们的态度，或者是对待你们的方式的话，会觉得其实一来的话，你们应该算是相处了有一段时间，又或者是说2个人之间的话，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会感受到其实对方对你们应该算是还蛮不错的。那有一部分的话，应该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呈现在一个远距离的情况。那无论说你们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能够见得到彼此，又或者是2人之间人透过网络的通讯软体做过交流，不管是哪一种，你们都是能够感受到对方是有在乎你们，或者是对方会去考量到你们心情，又或者是对方会去和你们有交流的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觉得其实2人之间算是有平等之间的对待，又或者是2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能够感受到对方是会在乎到你的情绪，然后会在乎到你的反应。那2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也会觉得非常的融洽。可是你们又会觉得关系为什么总是好像就是有一道的隔阂，你们很难可以再继续的往下走。明明对方对你们态度就是那么的美好，或者是对方都会在乎你们的情绪，可是对方就是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再跟你们继续往下走，甚至当你们每一次讲出一些比较暧昧的话的时候，对方人就会不见，或者是对方对你的态度就会变得有点异常的冷淡。你们有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没办法去完全的抓到对方他到底真正对你们的感觉，或者是说对待于说你们这段关系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那关系之中的话，有的人可能曾经有经历过一些的吵架争执，那对方可能都有去哄你，或者说对方都有主动的来为了这段关系去做求和。可是求和之后，对方就只安抚你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了。所以像求和过的人的话，反而你们会觉得关系就是一直都没办法向前走。那甚至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跟这人之间的关系，你们可能有告白过，然后对方也对你们讲过说只想跟你们当成好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只想跟你们当成好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他反而没有希望可以再更进一步。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他对待你们的态度会有点过于暧昧的这样的缘分，或者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双方之间的话，就是会真的觉得说有一道很严重的隔阂的这个状况。那确实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他对待你们真的就是比较偏向一个是以朋友的方式跟你们相处，所以当你们每次想要再更进一步的时候，对方他就是会想要跟你们保持一个适当距离，他反而会希望可以透过用以朋友相处的方式，可以让你们俩之间的缘分可以走一个比较长远的道路，或者是说两件是可以一个比较和平和谐的方式相处，就不会让这段关系有一个结果，就是说也不会想要让这段关系做个结束。那大部分来说的话，你们可能就很难可以约得到这个人
跟你们一起出门，或者是说一起单独相处的这个机会。因为似乎看起来对方他反而会希望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比较多的方式是透过通讯交友不是通讯软体的方式聊天，或者是说比较希望可以透过文字的方式做聊天，比较没有想跟你实际上互动，或者说实际上面对面的这个机会。就算有，那两人之间相处的这个时间也会显得比较短暂，所以反而这组的你们应该还蛮少可以跟对方就是实际上两人之间面对面的相处的这个可能性，也是因为对方他本身是有一点在刻意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那似乎以台面上来看的话，你们会感觉对方的态度上面，真正上来讲的话，你们会有点冷漠，或者是说会比较去难以靠近。那么其实在你们关系里面的话，我们同样呢都有抽到圣杯三，所以我们很明显知道说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那个位置，或者是说以他来看的话，他会蛮喜欢跟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会带给予他那种很快乐，或者是很轻松自在，又或者是两件相处上面是能够像朋友一般很开心愉快的相处在一起，但是你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说对方是不是真的不想跟你们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从台面上我们这边的话只想知道说对方究竟现在目前对待于说你的这个人的话他有没有想念。那确实从台面上来看的话是有，每当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碰到了一些的压力，或者是说真的让他觉得生活里面比较是难以喘息的事情的时候，他想到你们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还蛮快乐的，或者是他会觉得自己好像充满了很多的力量，他觉得是很开心的。可是也会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没有那么想要去推进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对于你们，他就真的只是在成为他的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灯塔。可是当他难过的时候，他只是想到快乐的地方，可他却没有想要顾虑到你的心情，所以难免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可能对待你们的态度会比较有一点忽冷忽热，或者是说比较难去靠近他，因为他希望可以从你身上汲取，可以得到正能量，反而不是应该他把他的正能量分享给你们。对他来说，他原本当初对待你们的方式的话，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冷漠。就是说这段关系本身是没有发展太快的，如果说真的发展太快，对方一开始真的是帮你当成好朋友，就是当朋友的关系进入到比较有一点暧昧的阶段的时候，这段关系算是有经历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就是因为对方他花了蛮多的心思跟时间去观察他到底对于你的感觉，或者说对待这段关系的方式究竟是希望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去面对于你们。那这个人当他想起你的时候，通常都会是像那种很快一瞬间，他比较不会像是一般谈恋爱的感觉，就是会想一整天，或者说想半天，或者是可能会花个10分钟去想念你们。他反正就只是可能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或者是说他可能现在遇到什么就突然想到了一下，所以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对于你们之间的这个情谊上的部分，反而对方他的这个方式的方法的话，会比较让人感觉是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感觉。那他想起你的时候，通常也会是在晚上的时候比较多，就是在他应该是说在他一个人晚上的时候，就是会去想起你们曾经相处的过往啊，或者是他可能晚上觉得比较孤单寂寞的时候，就会去想起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带给予他的各种的感受。其实他这个人本身可能在面对说对于你的话，他也没有到完全的是用他最放松的方式去面对于你们，其实他也是面对你们的话，他还是有用一种可能社交的方式去和你们相处，或者是说不想要被你讨厌，或者说不想要被任何讨厌的那个方式来去跟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因为他本身可能有点太过于专注，或者说太过于在意他自己本人自己的
自尊心，或者是说面对于这段关系的这个方式，他会虽然他跟你相处在一起是很轻松自在，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如果觉得被你讨厌，或者说被你不喜欢的话，是一件蛮吃亏，或者是说是一件得不偿失，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所以关系里面他虽然拖了一段时间还蛮久了，那至少可以明显知道说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那个地位的话，其实有越来越重，或者是说对方对于你们的想法跟专注力上面实际上会越来越的比以往来说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你们相处，或者是说会越来越在乎你们的感受，因为你们在对方的心目中的那个样子其实是越来越好，或者是说他越来越有那种依赖你们的感觉。虽然有时候他在面对你们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或者说冷漠方式，所以你们经常是会觉得他的态度上面会让你觉得经常比较匪夷所思，但至少可以明确的知道说，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那个位置跟想念的话，是会随着你们认识的时间越久，那么他就越在乎你们。但是千万记得，就是你们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尽可能的不要有任何暧昧，因为如果说有任何的暧昧的情愫的话，他有发现到，他就会去拉开这段关系的距离。但如果说他一直觉得你们关系只是像是好朋友一样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去有所谓的设防。所以也可以明显知道说，在面对这个人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是真的蛮适合所谓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渐渐的让对方感受到说，他似乎非你不可。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你们对方就是对方想起你们的时候，通常都想起一些快乐的嘛，带给他与正面的能量。但如果说在一段爱情里面的话，其实不仅要想起快乐的，也要想起不好的。因为一段幸福的缘分，或者能够在一起的情侣，一定会经过所谓的风风雨雨。那只有快乐的话，通常就比较像是朋友，所以你们可以以自己的立场来讲。如果说我想起我对朋友的想法通常会想起一些比较快乐，他给我很多的正面的能量，反而没有所谓的抱怨，那就会比较没有所谓感情在里面。就是感情中的感觉的话，必须要有正负都要有出现，那才会有可以进展到爱情这个机会。那只是在目前来看还比较不适合有负面的。你要先必须让对方完全的依赖你，必须要完全的非你不可的时候，那么你这段关系你才有一个进攻，或者是说能够有一个谈判筹码的这个机会。那么在神谕卡地方，宇宙应该说天使似乎想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当面对于说跟这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有时候不要太过于完全的去为了想要就是把握住对方，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降低你们的品格，或者说去降低你们个人的一个底线。因为很明显就是对方好像蛮常会去那个踩到你们的底线。那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已经有点太过于把太多的感情跟感觉放太重了。那这时候你就会因为你太过于恐惧，或者说太过于害怕失去这个人，然后你们就会做出一些比较判断错误的方式，或者说会有一些比较失格的行为。那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就容易让这段关系有呈现出这种比较负面，或者说比较不好的方式。所以师父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在一个比较正常应该想说比较平淡心情的时候去想起这段关系，你们都知道要如何跟对方相处，你们都知道要如何才有办法去可以把握住好这段关系。但是就是当你们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如果说真的有让你们受伤了，让你们觉得很难过，或者说让你们开始有那种患得患失放太重的感情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们就很常就是会有恐惧跟害怕。那恐惧跟害怕的时候，你们就会做出一些比较错误的行为，然后你们就可能会让这段关系会有点后退了，就是没有办法向前走。那这样的话就其实蛮容易导致于说关系里面本来对方对你们要有好感了，结果又退回来了，对方又收回来了，就没有想要去为这段关系再陷下去。所以就是会建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先学会好控制你们自己的情绪，然后先明白知道说，其实你们做了很多的行为跟事情的话，
要深思熟虑。如果说你们真的直觉告诉你们不能这么做，就真的也不要那么做，要不然就很容易会让这段关系没有办法可以继续向前走的这个机会。那么其实在宇宙呢，透过塔罗牌中，我们去探索到他的内心里面的话，其实在关系里面，你们对对方来说，他们没有到非你不可，因为对于对方来讲的话，其实他更加是着重在说他个人自己的一个感觉跟感受，反而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当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确实觉得你是一个蛮有趣的人，或者说从你身上他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正面的能量，又或者是他会觉得跟你之间相处是还蛮有新鲜感的。其实你们这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或者说在他生活里面的那种他一再所碰到的这个类型，你们是属于他可能比较少碰到的，或者说可能第一次碰到的，所以他对于你们其实算是还蛮有新鲜感，然后他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去让自己能够说服自己，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在乎你们。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本身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他真的没有想的太多。他对于你，他也觉得只是当好朋友就好，或者说当认识的人就好。他本身也没有想要往什么太特别的关系的方向去发展，反而是在相处的过程里面，渐渐的你们其实有慢慢的去打动到对方的内心，或者说慢慢的有让对方感受得到，你们对他来说是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存在。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好像仿佛就像是就像是小朋友一样，他有非常多的好奇心，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跟你们相处是不是他可以感受到一点更多不一样的感觉。那这种感觉跟相处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这是一个探索。所以在台面中的话，会更多的讯息是乎对方他本身是真的比较抱持着有一种戒心的方式，就是当他决定要怎么方式去对待你的时候，他会先思考一下，然后思考一下之后，他会觉得那这样的话，两人之间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或者说两人之间是不是真的要继续相处下去。那这时候就会考量到说，在关于你们之间的身份跟你们之间的距离，所以如果说一直是远距离的朋友，你们应该会蛮明显的感觉到这段关系真的非常难可以有明显的进展，就是因为对方他其实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就是没有想要谈远距离的感情，所以你们真的是已经在关系中的话，你们应该会感觉到对方的态度会比较有一点忽冷忽热，他跟一开始对待你们的方式到现在会有蛮明显的差异性的原因，就在于说他已经有一点懒了，或者是就真的是懒惰，然后他开始有点懒得不想去经营，他反而开始会有点去考虑说这段关系对他来说的意义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们要非常小心对方接下来他的行为应该会有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最后面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你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话，洋洋会认为，除非你们俩之间的交友圈是有重叠，又不然基本上你们在对方心目中的那个地位，其实应该会越来越薄弱。所以，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如果说是远距离的话，本身对你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利，因为对方他是非常的虽然我们有出现圣杯九。就是这个人他蛮需要那种实际上的互动，因为实际上互动的话才能让他感觉到两人之间是有爱的，或者说两人之间是有感觉的，或者是两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是顺畅的。因为其实这个人本身他不排斥跟你们相处，但是就是因为如果说当两人之间的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短，然后没有办法实际上碰面的话，他反而会想很多，那他想很多的时候，他反而就会用一种想要去冷淡，或者是说想要去把这段关系放淡的这个想法就会萌生出来，因为他比较不会想要特别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采取一些什么样明显的行动，就算有他也只有一时而已，或者是他比较不会那么不会那么的长久，反而你们在关系里面你们是属于做很多的那一个人，所以当你们不做的时候，关系就很难去推动。所以如果这段关系基本上比较明确，应该说比较简单的讲法分辨方式就是现实生活中是有
明显的那种交友圈的话，那么你们对方来说是会越来越重要。但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人的话，你们对对方来说就会越来越不重要。所以你们千万记得，这组的你们，如果说是远距离的关系的话，你们务必一定要赶快到对方的城市或者是说生活圈，尽快的去打入他的生活里面，至少1个礼拜要见2到3次以上，你只有见1到2次完全不够，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对方有那种明显的互动，或者说两之间最好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共同的事情可以做，要不然两之间就平常都只是透过讯息聊天的话，你们应该这段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了，因为对方明显的对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应该说他明显在看待你们这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会开始有一点去保护他自己，因为他本身也蛮害怕在感情里面是受到伤害的，或者是说也怕有一天你们是不是会离开他，所以如果这段关系是分分合合的话，你们也要留意一下啦，或者说小心一点，之后相处的方式的话，是不是尽可能的不要再有任何的争执，尽可能就是把对方把握住在你们身边，要不然后面关系的话应该蛮快的，3个月以内很快就会有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特别针对说远距离的人，如果是远距离的人选到这一组的话，很快在3个月以内，对方的明显的动作跟行为就会出现，你们应该很快就会进入到心思很混乱的时候了。那么在神谕卡的地方，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很希望可以继续努力的去推动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话，宇宙想告诉你们，就是你们要记得随意的行善。这个随意的行善，就是你们不能抱持着有目的性的行善。什么叫做有目的性的行善？意思就是说，当你们看到，应该是说比如说有人掉了一样，你们现在眼前有看到有个人掉了一样的东西，10块钱在地上，你们想要帮他捡起来，那你们帮他捡起来递给他的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想法是你随意的做，你没有想要对方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回报，连谢谢他有没有说都无所谓的话，那么就是随意的行善。但如果你们帮他捡起这个10块钱要递给他的时候，你们是希望对方可以跟你们说谢谢，希望他可以把眼光多注视在你们身上，或者说他可以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回馈跟回报的话，这个就不是叫随意的行善，而是叫做有目的性的行善。所以因为着说，其实在接下来的你们生活里面，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缘分的话，你们必须要去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且是要不求回报，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要像个烂好人一样去对每个人好，而是在一个你能力所及的情况之下，不求回报的方式，只是单纯希望可以为对方好，然后为对方多做点什么。行善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去捐钱，或者说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为对方做什么，有时候我们只是说一句好话，让对方心情好，这也是一个行善的方式，或者说帮对方开一个门。这个对方不一定要只说你喜欢的人，而是说在面对生活周遭的任何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或者你家养的宠物也可以。就是说任何一个善意的举动，其实都是能够为你的这段感情能够带更多的福报，但是千万记得，你们这个动作的话，是不能有任何那种一定要得到什么，而是那种随意的，或者是说不经意的，或者是并没有带任何的企图心的这样的方式来去做这些的善意的举动。那其实宇宙一定会将更好的东西带到你们身边，或者说容易会让你们可以心想事成，那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去推动你们的这一段的关系。那这边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宇宙呢，透过塔罗牌中的讯息的话，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选到这一组的你们，
这一组的话，通常会是比较适用于在于是高度暧昧，或者是说现在每天都一直都会有在一个保持联系，或者是说你们会经常能够见得到对方的人，可能会比较适用于选到这一组。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在比较少联络的话，那少联络的几率大概就是1个礼拜联络1-2次，就是所谓的少联络，你们就一定不可能是就是比较不适合选到这一组，会建议你们可以再选择其他的牌组。因为在台面中的话，这个讯息就是其实对方目前应该说你会感受到对方所对待于说你的态度的话，他是很真诚的想跟你们交流，或者是说是能够感受到对方是真的蛮在乎你们这段关系，或者是很在乎你们这个人。或许你们这段关系，你们目前的话应该是真的感受不到关系中明显的未来，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接下来是应该要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又或者是这段关系应该要怎么做才好。那在对于他来看的话，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其实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或者是他会把很多他心里的话让你们知道跟明白。那其实他也知道说你们其实也没有到完全的相信他，或者是你们应该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多少还是有去保护你们自己。所以这组的你们其实应该算是还蛮聪明的，就是你们会懂得去保护你们自己，不会到完全的为了一段爱去投入在里面。只是当确实对方不在乎你的时候，你会很难过，但是当对方在乎你的时候，你其实也会懂得有一个会去懂得保护你们自己啦，就是你们并不会为了对方就完全去抛弃掉你们个人的底线。所以当对方跟你们相处的时候，他会觉得两人之间的距离是蛮刚好的，所以你们会感觉到这个人的话，他其实面对你们的时候是有时候真的还蛮放松到你会觉得怎么跟原本当初你认识到他的时候的那个形象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他面对你的时候，他渐渐的开始会想要用他自己最真实的方式去面对你们，所以他有时候讲话真的会去伤害到你们，或者说有时候他的一些行为会不自觉的让你们感觉到他是不是对说这段关系是没有太多的在乎的感觉。因为他面对你的时候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其实有点太像女朋友了。虽然我们这边有出现圣杯2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但是因为旁边有出现一件圣杯9，所以可以明确的知道说对方跟你相处他会蛮开心蛮自在蛮开心，然后他也是蛮享受，所以他也不太会希望你们会离开他。但是又出现愚者牌，所以对方对待你的态度的话，就是他比较不会想太多，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会为了这段关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做更多，或者是比较不会想要去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样的努力，反而会是比较像这种顺其自然的方式。那关系中的未来的话，两人之间的共识可能就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就还没有那么快想要去负起责任，只是很享受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他的感觉，或者说所让他感受到的这些的一切，就是他会蛮喜欢的，但是他就不太想要被束缚住。所以目前你们应该会蛮焦虑，就是对方到底有没有想跟你们在一起的这个事情，这件事愿不愿意给你们承诺。那当然如果说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你们其实也不用担心太多，可能在对于说关系中的下一步的话还没有，那你们可以先慢慢的建立感情。所以稳定交往中的人选到的话，这一组你们可以蛮放心，就是对方蛮爱你们的。但如果说是还没交往的人，只是单纯暧昧的人的话，或者是说单恋中的人的话，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对方他到底有没有真的想跟你们在一起这件事，还是说你们要先继续等看。因为从台面中的讯息就是对方还没有那么快的想要有一个交往的这个阶段，但至少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那个存在的意义其实算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会希望让你感受到就是你们会感受得到说他是蛮在乎你们的，会把很多事情跟你们分享，然后你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的心情跟他可能在面对说很多事情的这个感受。那在对于他来说的话，确实这一组的你们以他来说，其实他会
关系里面，他会蛮希望可以继续的往下经营，或者是说他会蛮希望可以继续的在这段关系里面多做点什么，或者是他不希望关系里面就是太快的去结束掉。所以对他来说，好或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蛮常会去想念你们。特别是他为了一段应该说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如果说是已经在工作中的人的话，他就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努力，然后会因为想到你，他想要继续更加的努力。不好，特别是在不好的时候，他会想起你们可能对他所说的鼓励的话。那如果说当他工作顺利的时候，他也会去想起你们，因为他会蛮感激你们总是陪伴着他度过可能生活中很多的一个困难，或者说很多的一个难关。那如果是学业中的人的话，那你们就是带给他很多的帮助啊，或者说给他很多的指引，或者说你们可能跟他分享很多的知识。他面对压力的时候就会想起你们，那可能成功的时候有去想到你们。所以似乎你们带给对方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对方不管做很多事情都会去想到你们之间这段关系，所以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那这个人有时候他确实会不小心去忽略掉你们的感受，或者是说他就不会去在意，或者是应该说他蛮容易去忽略掉这段关系，就是因为他有点把这段关系看得太过于稀松平常，或者是说就是对他来说他知道很重要，但是他却没有想要多做点什么。所以有时候你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们应该会觉得他有点白目，或者是说他会有点冷漠，或者是有点冷落你。那当你们可能跟他抱怨的时候，他就会去呵护你们，或者说可能会稍微对你们展现出一种在乎你们的行为跟一些的安抚你们的话。可是当关系可能到一个稳定，或者是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对方又开始又一样了，就是因为他的专注力的话，心的专注力是有啦，但是人的精神的专注力是没有，所以才会变成是说，他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他想起你们的时候，他也不太会让你们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可能会有点好面子，或者是说他也会觉得关系里面比较不知道说该怎么样的方式相处。所以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对方会跟你撒娇，等他忙完之后，他会跟你撒娇，会让你知道说他其实还蛮想念你们。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行为怎么有点怪怪的，或是交往久就会知道说，他可能就是在跟你撒娇，就知道他在想念你，那你就知道要去回应给他，然后看你们相处的方式是什么。那如果说是单恋中或者说暧昧中的人的话，对方对你们撒娇的就是说他想念你们的时候回来找你们，就是等到他忙完，他觉得他好像有点忽略了你们，冷落了你们，他觉得对你们有点抱歉。好，那他可能就会开始花比较多时间去陪伴你们啊，或者说他会开始回复你们讯息比较快。可是当他又要去忙了，或者说可能当你们关系又稳定了，他会觉得你好像原谅他了，或者说你可能对说他的之前行为你能够去放下就是对他的愤怒，或者说对他的不谅解，就是你能够去接受现在他的话，那么他开始去忙他的事情，会把你们给忽略掉。所以反而还没有在一起的人的话，你们会心情上面会上下下，就是因为对方他想起你们的时候，他真的不会马上的去让你们知道，会等到他真的忙完了之后，他才会去回复到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会去好好的对待你们。那对于他来说，你们这段关系反而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能量，或者说他真的是想要愿意为这段关系继续的努力的向前走，然后继续的往前迈进。可是明明这样子，对方他却还是没有想过说要给予你们承诺，他反而就是真的很沉静，很陶醉在这段关系里面。可是似乎也可以知道说，对方他可能本身生活中真的有一些的因素是让他没有办法对于你们有所承诺，或者是说没有办法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那这个因素的话，可能等一下的解牌或许才会看得到。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神谕卡的地方似乎是想告诉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应该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本身应该是还蛮有灵性上的一个
一个人，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慢慢的有让你们对于说灵性的部分的领域，你们会非常的好奇。本来你们可能对于塔罗或者说占星的部分是没有兴趣的，那会因为这个人之后，你们开始逐渐的产生了很多的兴趣，可能会为了这个人会去向你们的信仰去询问，或者是会去祈祷，或是你们会透过占星啊、塔罗、占卜，或者是一些的鸟卦、米卦等等之类的各种的方式，会想要去明白知道说，或想要透过这种方式的这些的工具的媒介，想要知道说究竟对方对于你们心思、对于你们的想法，然后慢慢的去提升你们的对说社会中很多的感知。因为有时候灵性的话的提升，可能不管是透过工具的媒介，有可能你对于说身边很多人的直觉跟感受会慢慢的越来越丰富，或者说会慢慢的越来越多，这也算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提升。就是你开始会用那种同理心，或者是说开始会用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去提升到你本身灵性上的方式。所以似乎也可以知道说，可能这个人他算是蛮折磨你们，因为可能他真的没有做什么，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一直会让你们觉得比较受挫，所以会让你们开始越来越着急，或者说会开始越来越想要去探索说他到底在想什么，或是他到底为了这段关系到底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个想法。所以反而在关系之中的你们的话，开始会想要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去知道说对方他的想法是什么，那你就会开始有更多的感觉感触，你就会开始想要去多跟身边的人交流，然后去透过跟别人交流的方式来去探索他的想法，就是说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那这也算是一个灵性上的提升，所以也可以知道说，想要这组的你们，可能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你开始变得有点那种优柔寡断，或者是说多愁善感，或者说开始会胡思乱想，就是因为遇到这个人，你们的人生的个性上面有一个还蛮大的转变。那你们本身的话是在一个不知不觉情况下变成这个样子，并没有到说是刻意的。那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已经有灵性上的人的话，你们应该会最近会觉得自己开始直觉越来越准，或者说你们会觉得自己的灵性上的磁场越来越有所提升，你们开始越来越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人所对待你们的感觉跟感受，你们的判断力是越来越准确的，就是因为你们的灵性是有提升的，那你们第六感就越来越准嘛，然后那就会比较能够知道说究竟对方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也知道该如何去跟身边的人相处，这也算是一个灵性上的提升。所以会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蛮恭喜你们，就是你们的灵魂呢又更加的提升了到另外一个维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透过塔罗牌中宇宙的讯息的话，我们可以蛮明确的知道说，你们对于对方来说的话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个重要的存在的话会比较定义在为说，如果说你们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对方会有考虑要跟你们往人生更深的一步走，但是他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所以会建议你们可能不要太逼迫对方，或者是说还不要那么急，先让对方先好好的慢慢思考去想一下。因为在对他来说关系中的话呢，可能他有一些必须要去面对这种人生的课题，或者是说有一些的心理中的障碍他需要去跨越，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一时之间是能够去解决的，但是他自己本身是有想办法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建议你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可能还蛮长，会需要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们再给对方大概3个月时间，他应该就会有明显的下一步的动作了。所以这是在稳定交往中的人的基本上的一个解释。那如果说是在关于暧昧中的人的话，如果说你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是真的有明显的交集，或者说是有在共同生活圈的人的话，会蛮恭喜你们，就是你们在对方心里面那个位置又再更重要了。所以在对方来说，你们会算是一个
他会蛮依赖你们，就是对方开始渐渐的会把很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身上，然后他会蛮依赖你们的相处的过程里面。那对方开始渐渐会可能啦，他会有点自私的行为。那他自私的行为是来自于说他在对于这段关系是有依赖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有时候他的态度上面会有一点脾气。他这个脾气就是因为他面对你们是蛮放松的，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们会觉得对方好像会想要从你们身上索取到什么，或者说可以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或是你们可以帮助到他什么。那如果说你们能够给予他不错的回馈的话，那是能够继续的增进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如果说你们拒绝他的话，可能关系就会慢慢的往后退，所以你们要稍微小心一点。那如果说你们本身真的只能透过文字上的聊天，或者说可能视讯，就是比较难以有那种实际上面对面的交流，或者说关系之中比较没有明显的利益上的关系的话，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因为对方他反而会开始想去探索说，你们对他来说到底对他心目中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他这个人会比较倾向于说，就是看得到、摸得到。如果说看不到、摸不到的话，要如何把它变得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因为说其实这个人他真的是蛮倾向于说是两之间一定要面对面相处的。那本身是远距离中的人，你们也还不用太担心，因为对方可能会有考虑说是要去你们的城市找你们，或者说是要到你们的城市跟你们相处。那或者是他会想办法劝你们愿不愿意去到他的城市跟他相处。所以呢，关系之中如果说是远距离中的人，无论说你们是有多暧昧，还是说可能刚认识，那对方他本身还是会倾向于说，就是两人之间一定要相处在一起，就是一定要面对面才是最好的。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怎么样就是要再讨论看看，因为这个人他现在本身的想法上面还是有一点执着啦，会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决定不要去找他，他也不来找你们，两人之间就是僵持不下的话，应该关系有可能会结束。但是看起来这个人他目前还是想要再继续努力劝你看你愿不愿意来去找他。如果说他来找你的话，那么他的生活是不是能够负荷得了，就是在特别在远距离中的人。如果说是暧昧中的人的话，那你们也是在有现实生活中都是能够碰得到面的话呢，以台面上的讯息来说，你们在对方心里面那个重要程度算是有点那种有点有变好吧，或者说其实以基本上来看会有点可有可无啦。但是这个可有可无的状况之下，就是对方会有点想要刻意把你去拉进到他的生活圈里面，就是可能会希望说你可以做点什么，或者说你可以去学一点东西，或者说可以多做点什么。如果说你们愿意为了他去学什么，然后跟他有更多的话题的话，他会蛮开心的，那你们在他心目中会蛮重要的程度的。可是如果说你们可能本身很忙，或者说你们可能没有兴趣，不太愿意为了他去学习他领域，或者说他知道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你们在对方心里面会越来越不重要。所以看事物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应该面对说不同的关系中，它的一个重要的程度也会跟着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是属于你们不太愿意跟对方一起去学习事情的话呢，那么你们对于对方来说就真的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对方会觉得你都不愿意为我多做点什么，那你们凭什么要我把你看得很重要？那你们可能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他不是来为你们多学点什么？那么很抱歉，真的本身就是有点很自私的想法。所以呢，似乎选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尽可能的跟对方是有一个相同的生活圈。如果说没有，因为关系里面你们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了。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蛮可惜，因为对方他本身只是非常的希望你们可以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或者有共同的话题。那如果说没有，
他就会觉得是蛮无趣的，或者说两人之间是比较没有共鸣的，那就会很难可以有一个往下发展的这个想法出现，或者说他可能很容易就会去放弃掉这段关系，因为其实到头来说，他还是比较去爱他自己，或者说比较是在乎他自己。然后再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少的族群的话，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对你们本身会有点情绪勒索，可能会希望说你们可以为他投资一些的金钱。那千万记得，当对方希望你们为他投资金钱的话，对方一定不爱你。这个是先讲一下，就是少部分的是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是碰到诈骗集团，或者说是来骗你们钱的人，或者就是来从你们身上索取金钱的人。千万记得，这个人他很在乎你的话，他不会想要你去投资一些钱，或者是说不会想要去从你身上得到一些明显的利益。这个明显的利益是你可以帮助他，但是帮助他是一些行为上的，不是在实质上的那种金钱。因为金钱上来看的话，对方本身是有抱持着一种欺骗上的心态，或者说想要去利用你们的心态。虽然千万记得，如果说跟对方扯上钱的关系的话，不要去为了这个人投资你们的金钱，就算是对你们来说是多余的，或者是说对你们来说是能够负担程度的，也都不要。因为对方他得到你们这些金钱的话，他没有更爱你们，这是一个重点。他虽然没有对你们不好的想法，但至少就是他没有更爱你们。所以千万记得，反而你们有这些钱让他拿不到，他反而会更爱你们，他想要花更多时间在你们身上。虽然可能不一定会想要去投入关系里面，但至少可以让对方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千万记得，如果说你们真的比他还有钱，你们比他是更有那个财富，或者说他是希望可以从你们身上得到更多金钱的话，不要给对方。这是一个塔罗牌中蛮明显的宇宙的讯息，因为对方不会去珍惜你们。然后再就是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面对说这段关系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可以去提升这段关系，那无论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族群，哪一种的一个案例的话，你们一定要尝试走出你们的舒适圈，要去尝试新鲜的事物，要让对方感受到你们的不一样，然后你们的专注力都不是只有在他身上，要让他担心一下，或者说要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新鲜的能量注入在里面。因为当有新鲜的能量注入在里面，一个不一样的连接的时候，对方他反而才会去珍惜你们，才会去注意到你们这个人的一个感情跟感觉。但千万记得，走出你的舒适圈的话，也不要完全走出去哦。你们还是要留一只脚在里面，要还是不时的观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去在乎你们，有没有去挽回你们，或是说有没有去把握住你们的这段关系。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去提升你们自己，多改变你们自己，但是还是要继续的维持在这段关系中，就是能够去提升你们在对方心目中的这个地位，然后去能够推动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好，这边的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透过塔罗牌中宇宙的讯息的话，这一组的你们大部分来说应该都会是属于在分分合合，或者是说真的就是比较少在联络，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会密集的联络，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对方又人不见了，然后就是一直不断这样子反复复的这样子一直发生。你们应该会觉得还蛮烦躁的，或者说你们应该会觉得这个人他的态度怎么那么的不明确，就是想要给你个痛快又不给你，你可能本身个性就会希望说讨厌你、不喜欢你、不想跟你在一起，赶快说清楚，不要在那边要进不进、要退不退的。
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有的人的话，可能对方不久之前应该算是断联了还蛮久，可能有半个月到1个月半吧，就这种还蛮久时间，然后对方又突然回来找你们的人，也会有选到这一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你们的话，我们先不管有没有稳定交往中，因为就算稳定交往中的人，有可能对方是突然回来找你们，因为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对方会突然人就凭空就算人联络不到啊，或者人就突然消失2-3个礼拜以上，然后人又突然回来，你们会觉得蛮不爽，然后问对方，他也就是蛮搪塞你们，或者说可能本身也没有讲太多。那这是在特别针对说有稳定交往中关系的人，就对你来说的话啦，你觉得你蛮适合交往在一起，那对他来说可能就不一定。这是一个蛮狠的一句话。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在关系之中的话，你们会感受到说，其实在关系里面的2个人的话，是属于那种漂浮不定的一段关系，或者是说很难可以感受得到对方究竟有没有在乎着你们。其实这个会有一点难以去界定，或者说难以去发现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大部分的人，对方应该平常都会回复你们，可是在有时候特定的日子跟时间里面，对方人会不见。例如说礼拜1到礼拜5，对方会回复你们，然后在礼拜6的晚上才回复你们，然后之后礼拜天的那一整天人就会不见，等到礼拜1早上才会回复你们。就是你们如果说仔细想起来，会发现到他人不见本身是有一个规律性的。如果说没有规律性，就表示他最近一定会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人就不见，人就会特别的难以找到他，可能是他的心情受到影响，或者是说他的生活的模式有受到影响。那你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他的态度怎么会让你们觉得有点捉摸不定，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究竟是在想什么，或者是说你们真的想要跟对方吵架闹分开的时候，对方反而会想要跟你们语重心长的说他其实没有恶意，或者是说他也不是刻意这么做，或者是说他也并不是因为有了谁然后才去这么做，那对方就会想要办法把你们劝留在他的身边。那因为其他的态度上会让你们感受得到说他其实是还蛮有诚恳的，所以你们也很快就原谅他。其实针对来说的话，是你们本身心还蛮软的，所以就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比较多是对方真的也没有做太多，比较就是你们一直在做，然后对方跟你们道歉跟你们解释，你们很快就原谅他。可能在当下你们心情是蛮赌气，或者是蛮不爽，可是你们也会因为你们俩之间的情感，你们也是蛮在乎他，或者是他也有做什么，所以关系里面的话，他才会想要继续，你们才想要继续下去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关系里面这种忽冷忽热啊，或者是说对方的那种诚恳的态度，对你们来说会觉得啊就算了。所以看似你们真的还蛮善良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呢，他其实没有想念你们呢，就是他对待你们态度的话，他更加是注重他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说生活中的一个步调。如果说他真的有去想到你们的时候，洋洋会认为比较多一个很大的几率就是，除非他的生活中他的事业是顺利的，或者是说他现在比较不会为了钱而烦恼的时候，然后你们已经相处了非常久的时间，那这相处久的时间的话，是必须是要认识大概2-3年以上的人，然后你们最近可能又开始比较少联系，比较没有交集的时候，对方才去想到你们。所以如果说撇除掉，因为首先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要是工作是稳定的，是顺利的，比较不会为了钱而烦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首要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要认识2到3年以上的人，你们这段关系。那无论说你们是有没有稳定交往中，还是都一直呈现在暧昧情况，还是都是朋友的关系的话，那对方他就是还蛮常会想到你们，然后你们在对方确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对方他比较不会去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去离开你们，他就是已经有点算是蛮依赖着你们这段关系。那只要没有符合这些一定的条件，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3个条件都必须要完全吻合，只要少其中一项都不行。只要少其中一项的话，对方都对于你们没有任何思念的感觉，他更多的是把他的时间放在他的生活中，或者是说他能够去如何赚到更多的钱，是能够如何在他的职场上是可以如何变得更加的稳定。因为选到这组的你们，似乎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本身啦，大部分来说应该是在他的工作里面，他应该算是比较不顺利的，或者是说蛮被压榨的，或者是他一直都为了他的人生中的一个未来的方向都就是他蛮烦恼的，他蛮希望说可以多做点什么，或者是说可以多赚点钱，或者说可以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稳定。只是当他可能稍微有点顺利的时候，他就容易会自满，然后就会忘记了你们的陪伴，就会把你们给忽略掉。那这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到这个人他有点太过于冷漠，他就会比较是自满，说他一定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啊，或者是说做多好啊，才会终于被赏识。那确实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只是他就会忘记，就是饮水思源，就是说你们其实也是因为有你们的正能量的分享给他，然后有你们陪伴他，他才会有办法可以继续的就是在他的生活中只有办法继续的坚持下去，就是在这里。所以因此这个人他本身在面对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就是真的不常会去想起你们，就是特别针对我现在是在解释关于没有符合前面的那3项的人。如果说有符合那3项的人的话，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了，因为对方就真的还蛮常会去想起你们的事情，然后他也会去蛮照顾到你们的心情。那只要没有符合那3项的人的话，对方就是他是真的太过于着重在于说他个人的生活中所必须要去面对到的一些的难题啊，或者是课题，然后他蛮常会需要就是他蛮常会觉得心情很烦躁啦，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在面对说你们。可是他的心情烦躁的时候，有时候又会特别针对于说他的工作顺不顺利，然后他其实本身会有一点把他自己看得太好，他可能本人有一点自恋。对啊，就是他自恋的程度，就是说他可能不一定要跟对方有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要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他就会希望说可以受到对方的青睐，或者说可以受到对方的好感。就是他本身的个性有点太自恋了，就是会希望很多的目光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个人面对你的时候，他会否认他会跟你讲说我没有很自恋啊，或者是说我没有想要受到别人的注视，或者说没有想要感受到别人的在乎。可是实际上你去看他的 IG 看他的脸书，为什么那么多的自拍？为什么他会跟别人讲话的讯息的内容会有点暧昧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他希望可以透过这种相处的方式，可以去把别人可以对他有更多的好感。他本身也没有想去跟别人怎么样，只是单纯很享受这种的一个感觉跟这样一个氛围，所以他会不自觉对别人放电，或者说会不自觉的去享受到别人可能去依赖他的这件事情。可是当别人也想要去贴近他，想要问他愿不愿意在一起的时候，他又会觉得很烦，他会又不想要说我只想把你当成好朋友而已，为什么你要来靠近我又是为什么你要跟我告白，他反而会觉得有点他的行为上面会让人觉得有点矛盾啦。但是应该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说
他这样的行为本身呢是已经有点，他不想让别人造成困扰，但是事实上已经造成别人的困扰了。你应该说正常来讲会觉得这个人有点被哥哥就以台湾的话来讲，就是这个字有一点老就是有点被哥哥那就是这个人的话会想要故意去戳弄对方。那如果说当有人对他告白，他其实会蛮开心的但是会去拒绝别人，因为现在目前他的专注力是本身比较在于说他个人那个经历，或者说他个人成长的背景，或者是说他个人的能力是不是能够有所提升，比较不会去特别专注在特定的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这组的你们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其实本身呢会有一点自私的，你们会觉得这段关系里面会让你们感受到蛮困惑。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就是在神谕卡地方，无论说你们有没有符合那3个条件，还是说你们是有符合就是无论你们有符合或是不符合的人的话，宇宙呢透过神谕卡想要告诉你们，其实这段关系的走向跟未来的发展，你们所信仰的神灵或者是神明或者是天主，他们都想要帮助你们，或是天使都想要帮助你们，但是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本身除了信仰不够之外，你们也可能到处去问，比如说像拜拜好了，就是那种佛道教的，你们可能就拜了很多尊神，问了很多尊神的意见，那你就是没有信仰不够嘛，那你就是对你们原本的信仰，就是你们可能有不够相信他，那这时候就会去影响到你们的所谓的那个意志力，所以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去遵从，你要确定说你就是要相信某一尊神明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像是你们其他的信仰的人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你们明明已经向你们的信仰去祈祷，结果你们还是会因为受到别人的一些的言语，然后你们就受到了一些的影响上面，那你们就会开始去质疑你们的信仰的人所带给你们这些的感应。所以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天使啊，你们的信仰的神灵啊、神明啊、天主啊，他们都想要帮助你们，那会希望说你们一定要去多和他祈祷，和他祷告，然后对他讲出来的话，你们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质疑，你们一定要尝试的去相信，让他所带给予你们方向的时候，你们要去执行，你们不要去觉得说我不是，就是说你们可能很祈祷说可以跟这个人，可能可以比如说礼拜天一起出去玩，你们非常的执着这件事，你们也向你们的神灵祈祷，但是结果礼拜天没有办法一起出去玩，就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就是到礼拜一之后你们才碰得到面，礼拜天就是被他放鸽子了，你们就可能去质疑你们的神、你们的信仰。那这时候你们必须要去意识到说，可能就是说对于说你们信仰来看的话，如果说你们希望可以跟对方在一起的这件事情能够有所推进关系的事情，礼拜天反而一起出去是会让关系变更糟，所以他拒绝让你们礼拜天一起出门这件事。那你们怪罪他，他会觉得你们没有去相信他的判断跟抉择。其实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关系中每一个人的推进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希望他所做出的一些的决定，你们一定要去相信他，不要对他有所质疑。因为当你们去质疑的时候，关系就会非常的难以去推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说，宇宙呢透过塔罗牌中的讯息，我们先讲不要，因为我们刚前面已经先讲符合那3个条件了，那3个条件呢，我们先放在后面，大家要轮流。我们先讲没有符合那3个条件的族群们，你们，那就是在对方来说，其实你们对对方来讲的话，算是一个我们不能讲说可有可无，可能会有一点重要。为什么会有一点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可以首先判断，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呢是能够经常碰得到面的人的话，你们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是非常重要，就是更正，就是重要，就是说对方会认为你们之间的相处是能够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或者是说有点多彩多姿，或者是说从你们身上呢是可以学习到他觉得是好的东西，就是说你们本身这个人的个性是有他所想要的，或者说他所崇拜的一些的条件跟特质，所以他会认为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仅能够学习得到之外，他也能够感受得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所以在本身对于说你们之间的情谊的话，他会蛮看重的，但是他在面对说这个重要的感觉的重视的程度的话，是朋友，没有到说爱情的感觉。所以虽然我们刚前面讲重要嘛，所以你们可能也不要高兴的太快，就是因为你们是不符合那前面讲的3个条件的人，所以不符合那3个条件的人，虽然对方把你们视为是重要的，但是他只是把你们列为说是在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的重要。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决意要离开他的话，他一开始会挽留你们，但如果说你们是执意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情的话，他会觉得你就放你们去吧，他就是会觉得就是不想要跟你们那么快发展，或者说就是没有想跟你们往那，就是以现况来看的话，就是没有想跟你们在一起，所以这个重要程度真的就只是朋友而已，会建议你们不要做太多那种明确的暗示，因为反而对方可能会有点反感，好，所以你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你们会建议你们可以再多观察，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似乎这个人虽然把你们看的是朋友之间的重要，但是可能还要再经历过1-2件重大的事情。这重大事情就是可能他生活中有遇到一些人生中很重大的波折。这个波折事情的发生的话呢，你们本身是会等到它发生到他可能难以承受的时候，你们才会知道。当他发生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陪在他身边，会增加了你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会让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能够交往在一起的几率会慢慢的增加，会大增很多。只是前面会经历过很漫长一段很枯燥乏味、很孤立无援，或者是很痛苦的一段的时期。好，这就是在那种不符合3个条件，然后都是会有面对面的人。那如果说你们是属于网络上认识的啊，或者说真的很难可以碰得到面的人，都只能透过文字上聊天的人的话，你们对方来说真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对，因为杨很质疑，就是说到底有没有重要程度？我觉得以大概率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以杨来说，大概率来说，基本上就是不重要。为什么会不重要？就是因为对方他会把他的心思会越来越放在他的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或者是他可以努力的地方，或者是说他能够去经营得到获得的地方，因为他本身并不想要跟你谈柏拉图式的恋爱，他希望是真的能够让你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办法接受两之间的远距离。如果说本身这个人是能够接受远距离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符合那三个条件嘛，然后又是在远距离的关系的话，你们要小心，就是这个人他是想从你们身上得到一些金钱，就是小心不要被这人给骗钱就对了。这个是一个蛮明显的讯息。现在这个人不提，他迟早会提，希望说你们可以帮他买什么，你们可以为他做什么，或者说你们可以汇钱给他，或者是可以送礼物到他指定的地方。所以你们要千万记得要小心，就是对方之后的目的会越来越明显。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都一直是在远距离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如果说对方都没有讲出这些想要你们为他投资金钱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对方想要是劝你们看能不能去到他的城市居住，因为他本身呢并不会想要去找你去你们城市，会反而希望说你们去他的城市，或者是你们一起去某一个城市。
就是两个之间是可能往个共同的目标去了，就是他不会本身去你们的城市，他就算答应你们去你们城市，你们要小心，就是他本身可能也都只是讲讲而已，他真的要去那么做的话，可能当下真的会这么做，但是久了之后，他的目标会变掉，就是说他后面并不会真的那么做，他可能就会想说去往哪个地方会更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特别远距离的人。那如果说你们刚前有符合3个条件的人的话，会蛮恭喜你们。你们对对方来说是真的还蛮重要的，但是就是说要留意的，就是说不要因为对方把你们看得很重要，然后他的一些的行为跟举动可能有点冷落你们，你们就特别生气的话，你们如果说一直去利用他这一点，迟早会变得不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其实他这个人面对于感情真的有点就是说他得到了，他比较不会去珍惜，他反而也不会去特别花时间经营，所以就会变得是把你们忽略掉了。那把你们忽略掉，其实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单纯是懒惰，就是懒。他的这个懒也不会因为懒了就不爱你了。就是可能就是说人性啦，就是人性说他这个人的人性呢，他已经习惯了某一个程度的情感时候，或者说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的不想要去做什么，他反而就是你为他做什么他会很开心，但是你如果说要求他一定要为你做什么，他会觉得很烦躁。那当他觉得烦躁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很厌烦很厌恶，当他很厌恶的时候，就想要去结束掉这段关系。可是当他选择结束，他又很后悔，就是有一种两之间那种好像在不断的轮回。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因为其实选到这组的你们有一部分人是已经有经历过了，那你们应该也知道经历过的那段期间你们是有多痛苦。那还没有经历过的，劝你们不要经历，因为这个人当他觉得很厌恶厌烦想要离开消失的时候，你要花很漫长的时间等待他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决定又不见得会要复合，就会有点难以去捉摸不定说这个人他到底真正的想法的心思到底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让你们可能很难去把握得住这个人，就会变成说就是说你们关系每次的复合都是一个风险存在。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只是比较笨拙，比较是没有办法去经营一段感情，然后他也是懒惰的这个状况，但是你们在对方心目中其实蛮重要的，所以他就是因为觉得很重要，所以他觉得你们是能够体谅他，是能够为他着想，是能够去明白到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就希望说你们能够去包容他，所以他的想法本身是有点自私，他是没有带有恶意的，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们愿不愿意这么做。那其实会蛮建议你们还是就是包容他吧，因为他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恶意啦，他只是在面对感情，他是真的蛮执着在他自己本身个人的时间，可是他也不会出轨啦，所以你们也可以蛮放心的。好，那再来就是无论你们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的人的话呢，宇宙透过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你们一定要懂得自我保养。那这个人可能本身呢，他是属于比较偏向是注重，他虽然没有讲了，但他本身是蛮看重外表的人，所以他蛮希望说自己的另外一半，然后说自己的人是希望呢他是能够有打扮的，是能够有保养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真想去推进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尽可能去保养你们自己，然后让你们自己本身的肤质啊，或者说你们的外表是看起来很迷人的，是有魅力的，然后千万记得自我的保养，不要懒惰。有的人好像还蛮懒的，不要懒惰敷脸。夏天快到了，好好认真的敷脸。好，那这句话就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